男人被河里的巨物呼了一脸，最终巨物直接被扛着走。这条河流不仅能孕育出巨型怪物，还能生长出会叫的狒狒鱼。用鱼钩勾住鱼的脊梁，一个全自动的钓钩就做成了。这么大一条鲶鱼只配当诱饵。捕捉巨物之前必须准备好诱饵，开着船向着中上游航行。这里是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的巴里托河，流域内热带雨林广布，物产丰富，土地广大，使得河里的生态系统非常发达。来到河流缓慢的水域，这片水域也是放钓的最佳位置。将放钓的绳索绑扎在树枝上，然后将箱子里面的诱饵拿出来。小哥为了不被鱼刺扎到手，手里套住抹布，取出诱饵。从鱼的轮廓可以猜出这条鱼是鲶鱼，用鱼钩勾住鲶鱼的脊梁，一个全自动的诱饵钓钩就做成了。将鲶鱼直接扔到河里。现在他们要等待的是巨货上钩。这里的天气经常会在几分钟内发生变化，但也阻碍不了他们继续在河里放钓。每次放钓之前都会将钓绳末端绑扎在树枝上，取出1-2斤重的鲶鱼，按住它的头部，直接将2根鱼钩依次的扎在鲶鱼的脊梁，然后将全自动的诱饵放到河里。每当遇到树枝掩盖河流的水域是放钓的好位置。阴暗且平静的河流区域是鱼儿觅食和休息的好地方。河里也会出现大鱼吃小鱼的现象。当地的渔民根据鱼的习性进行以小博大，钓取河里的巨物。放了10几个钓钩后，第2天早上他们重新回到河里，还没到达放钓的区域，就看到树枝已经被巨货拖拽的不断的摇晃，船只不断的靠近，被惊吓到的巨货不断的拍打着水面，越靠近挣扎的力度越大，隐约可以看到巨货的身影。突然间，巨货不断的拍打水面，溅起大量的水花。小哥缓慢地将树上的鱼线取下来，被鱼钩勾住嘴唇的巨货已经无力回天，但是为了尊重自己的生命，只能拼命地挣扎，试图逃脱。随后，小哥拿起上钩的绳索，正想把它拽起来的时候，直接挣脱开来。小哥再一次温柔的尝试，河里的怪鱼直接张开它的血盆大口。在挣扎中，小哥直接抓住了怪鱼的腮部，随后用力将鱼拖上船。被拖上来的怪鱼直接失去了挣扎的余地。为了测量它的体长，用手量了一下，身长已经超过了1.1米。鱼身上的纹路透露出它的不凡的气息，头部极其像鲶鱼，长着一对触须。当地人把这种鱼叫做塔巴鱼。小哥为了测量这条鱼的体重，双手将它托了起来，大概猜测这条鱼在50斤左右。安置好这条鱼后，继续收回鱼钓，来到了放钓的第2个位置。鱼线的晃动预示着已经有鱼上钩了。把它拉起来后才发现是昨天放钓的那条鱼。继续划着船向着放钓的区域划去，水面并没有太大的波浪。本以为没有鱼上钩，将鱼线拖起来的时候，一个庞大的身影映入眼帘。此时河里的巨货才反应过来，不断的拍打着水面。在小哥的温柔拉扯下，巨货浮出了水面。为了防止巨物的逃脱，将另外一个鱼重新勾住。被勾痛的巨货直接呼了小哥一脸，被呼了一脸的小哥有点懵。随后在小哥的拉扯下，巨货重新浮上水面，挣扎了几下后，被小哥锁住了命门。此时的巨货只能乖乖的被拖上船。捕获到2条巨货，促使他们回到岸上。回到岸上后，将2条鱼拿回家，整理过后，重新来到了放钓的地方。前面的水花预示了有鱼上钩，兴奋的小哥加快了滑行速度。巨货发现有危险的靠近，也不断的挣扎起来。小哥也发现这条鱼异常庞大，为了不让它逃脱，手里也准备了2个倒钩。巨货浮起来的一瞬间，被小哥扎了个痛快。被4个倒钩勾住的巨货只能垂死挣扎。不讲武德的小哥再次取下2个倒钩，狠狠地扎上了巨货的嘴唇。被扎了6根倒钩的巨货如同待宰的羔羊，巨货的胡须也有半米长。小哥温柔娴熟的操作，让巨货乖乖地躺入船舱。小哥声称自己从没抓过这么大的塔巴鱼，不断拍打着巨货的身体，还用手量了一下它的体长，身长已经超过了1.5米。回到岸上，小哥将巨物抱了起来。为了能让隔壁村花高看自己，跟鱼一起拍照留念是少不了的。最后还是被摄像3炮扛着走。将一条80斤的巨货搞上岸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第3天放的盐绳钓也要开始收回。这次收钓是他们隔壁村的老王，一条嘴巴长满胡须的鱼被收上了船，顺着鱼线又收获到了1条巨货。这种鱼长有8根胡须，像极了唐狮鱼。这种鱼会发出狒狒的叫声，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为狒狒鱼。连河豚也被钓了上来，摄像3炮抓起河豚的背部。河豚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会吞下大量的空气，让自己的身体膨胀起来。膨胀起来的河豚变得非常笨拙。又一条巨大的狒狒鱼被拖了上来，
发出来的声音如同向他们示威。收上来的都是这种会叫的狒狒鱼，最大的一条狒狒鱼竟然达到了3斤6两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